我操，永生大帝！这次也不出现早一点，等姑姑刚走就出现，这他妈的！你一直跟着我，打扰你的好事了。我与那位站台姑娘没有任何关系，真的。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我不想听。执剑者，你们真宇宙在玩什么？你真宇宙不是刚与我永生文明结盟吗？而现在你却来帮着官选宇宙的王，你所作所为代表真宇宙。此刻起，我不再是真宇宙禁卫军统领，我代表我自己。此境与你无关，不要多想。叶关看着眼前的女子，心中复杂，当然更多的是感动。他自然知道执剑者对真神和真宇宙的感情，而此刻为了帮自己，他却愿意主动放下禁卫军统领的身份。你莫要多想，我所作所为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你代表你自己，那事情就好办了许多。其实我对你们真宇宙也没有什么兴趣，当然除了你们真宇宙的信仰真神外，我倒是很想会会他，看看他实力是不是如传言那般强。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你就一直在被别人庇护着，怎么你就这般无能，只能靠女人庇护？你活了多少年？你来自永生文明时代，至今已有上亿年。上亿年的修炼，就算是一头猪也能成为大帝了。而我才几岁，至今不过才18岁。我不觉得我打不过你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，相反，一个活了上亿年的人来嘲讽一个只活了18年的人，我觉得这才是挺丢人的。你这张嘴倒是挺能说的，可惜嘴再能说也没有用，得拳头够硬才行。就像此刻你再能说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打不过我，我可以打死你，而你不可能说死我。此时此刻我才明白老爹当年的难处，敌人强大的不正常，叫人被人说是靠山王，不叫人就要任人欺辱，他那个时候应该很痛苦。他已经恢复了至少50%的实力，离开这里回官选宇宙。抱歉，我实力弱，老是要你保护，我没有什么能帮你的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战斗，陪你一起死。一起死？你我活着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，既如此，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结局。好，我也挺累的。你会记得我吗？开！子敬，你莫要再挣扎，这是大姐曾经留给我们的真神庇护，虽然那已是数千万年前留下的，但也不是你能够破开的。当我对你动心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死是对我最好的结局。我不能背叛大姐，但我也不想与你为敌，太累了。说好的一起死的。好好活着，你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。你天赋那么好，又肯努力，以后这永生大帝之流断然不是你对手。而且我从未求过你什么，今日求你一事，带他走。醒了。慈敬，愤怒有用吗？叫人啊！你爹那么厉害，你姑姑那么厉害，你大伯那么厉害，你叫人啊！慈敬他怎么样了？死了。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活。你是他二姐。我是他二姐，可那又如何？他为了你主动求死，我又能如何？知道
你有多弱吗？你一直不希望走你爹的老路，成为一个靠山王，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你素裙姑姑已经在你心中种下一位神。当年那一战，你杀入真宇宙，可是你想过吗？没有你爷爷出手，你能活着从真宇宙出去吗？与博天族一战，没有你姑姑，你觉得你打得过博天道？神虚之地道公敌，没有你姑姑，你觉得你能从那宇宙神灵中活命？那些给你传承、与你结善缘者，他们真的看重的是你？可你有想过我的敌人吗？你要我如何？我刚恢复身份就继承官玄宇宙，但同时也继承了官玄宇宙的敌人。真宇宙攻打官玄宇宙，我拼了命也打不过你们。你教教我，我该如何？我父亲不希望我做靠山王，那些前辈也不希望我做靠山王，你们都不希望我做靠山王。可是面对真宇宙，面对博天族，面对永生文明，我又能如何呢？我拼的命还不够多吗？我知道安简贝他们来帮我，是因为我是爷爷的孙子，公公三番两次救我，是因为我老爹，就连慈柔姑娘你从一开始跟着我算计我，也是因为我身后有4位强大的剑修，不然我应该连让你算计的资格都没有。还有8万，你与他处心积虑做那一切，也不过是因为我是人间剑主的儿子，身后有无敌的靠山，不然我又有什么值得你们算计的呢？我明白，所有的一切我都明白，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变强。我也希望不负众望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。可现实就是这般残酷，许多事情道理大家都懂，但要做到却难如登天呐！你们希望我在短短时间内就超过那些活了几千万年的老怪物，我做不到。我能见见他的神魂俱灭。等等，他知道你没有一柄合适的剑，于是一直在给你打造这柄剑，本想亲自交给你。如果你想达到大地，就跟我来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神战场，当年大姐就是在这里与大道比主人决战的。那个时候，大道比主人是巅峰时期，一手大道比诸法无敌了数千万年，而且手握大道之源。那一战之后，大道比主人战败，被大家驱离，但是这里却留下了一些残存的大道道源。你若是能得到大道道源，可以此来塑造大道神体，然后以大道神体为根基，吸收大姐留在这里的一些真神之气。如何获得大道道源？哼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何带着你来这里，帮助你提升？慈柔姑娘是嫌我实力太低，无法完成你的计划，所以想帮我尽快提升实力，好让我快速成长起来，最后去扛那宇宙劫，对吗？对的。我知道，慈柔姑娘之所以救我，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，我都明白的。往前一直走。你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，他会恨你的。他选的是无敌之路，可是这条路哪有那般好走？
他的身份将是他如今最大的障碍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对他残忍一点，不让他破而后立，他最终会崩溃的。就如方才，想靠自己，但却又无奈。他很优秀，也很努力，可是还不够，得逼他，得让他破而后立。他身后的那些人忍不下心，那就只能……他会恨你的。有时候挺羡慕此境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根本不用想那么多。准备好了吗？大姐当年留给你突破道垒的大道道元，都已经放入那大道神龟之中。只要他击败那大道神龟，他就能得到那大道道元。为何不直接给他？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跟别人主动给的是不一样的。算了下时间，永生文明那些强者应该也已经快要到银河系了。银河系？终于到了。这真宇宙的雌柔挺仗义的。那素裙女子就在这颗蓝星上。哦，这颗蓝星灵气为何如此稀少？看来是一个极其低级的文明。不可大意。当然，我等不可大意轻敌。待会儿见到那素裙女子时，大家莫要留手，直接一拥而上，不给其任何还手的机会。无边会所。嘿嘿，妹妹，无边哥哥来了。无边，你怎么这么堕落了？哎，僧武，你又来做什么呀？无边，观玄宇宙需要你。哎呀，你饶了我吧。无边，如今观玄宇宙不仅有真宇宙这个大敌，还有永生文明。永生文明出了一个绝世强者，名为永生大帝，此人极强，我觉得只有你才是他的对手，你去打他吧。僧武，我已经与你说了上百遍了，我现在不想去管什么宇宙兴亡，只想在这边做点小生意，开点会所，每天浪一浪。你能不能别来找我了呀？哎，无边，并非我要强行拉你下水，只是看到你如此堕落下去，我实在是累了，所以想歇一歇。哎，僧武再次一叹，无奈，他已经来劝过好几次了，但这无边丝毫没有回观玄宇宙的意思。那小子现在如何？情况不太好，虽然有阳族相助，但是这次那个永生大帝实力极强，有他爹在，你怕什么呀？剑主与素群天命走了。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不会是来银河系了吧？不知道啊，只知道当日少主大婚之后，他们就走了。来银河系还不好吗？你跟剑主是兄弟，他来银河系，你们刚好可以一起浪一浪。浪个毛啊！他若是一个人来，当然可以浪，但是他若是把他妹妹带来，那还浪个锤子呀！确实，要是无边带着剑主来这种会所，被素群天命知道，无边肯定要被毒打的。僧武，我知道你心系观玄宇宙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根本不是你我能管的。至于我现在没了大道气运加身，我出去玩命，真的会被打死的。难道你就不想破神吗？破个锤子！
叶雕毛花了那么久时间才破神，我不想那么累，我现在就想过点悠闲日子。你要不要还俗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红尘花花世界可好玩了。我一心向佛。僧吾啊，我知道你担心官玄宇宙，但真的没有必要。那小子全家都是靠山，他真扛不住。他老爹与他姑姑还有他爷爷不会坐视不管的，他们家呀都挺护短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无边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曾经的那个无边主，那个不可一世的无边主，那个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无边主。僧吾啊，我的时代过去了，能让我存在这么久，大道比主人对我已经算仁慈了。我若是还不自量力，心里没点逼数，出去瞎浪，迟早有一天会死于非命的。我明白了。我见过那小子，那小子不错，比他爹要沉稳很多。叶雕毛过早将重担给那小子，那小子接下来的路会走得很艰难，有时候压力大，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特别是他，生来就万众瞩目，他必须要比别人更优秀才行。他们杨家人当爹呀，没有一个合格的。这是一些灵元，里面有一枚传音符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就捏碎那枚传音符。我本想留你在此地，但我知道你不会。而你若是要回去观玄宇宙，记住一件事，好好修炼，念你的佛，不要去掺和那永生大地与真宇宙之间的事情。有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这不是你现在能够去参与的。你能做的就是好好修炼，好好念你的佛。我朋友不多，不希望你们出事。无边，你保重。慈真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婉儿姑娘，你也在呢。好，玉海情迷第5卷，新写的。是的。婉儿连忙拿起来看，而慈真则紧紧盯着他，有些紧张，又有些期待。慈真，这尺度太大了。我已经很收敛了呢。婉儿暗自啧舌呀，心惊不已呀，这种尺度居然还是收着写的，只要彻底放开些，不得黄成什么样啊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就是女子与女子那般，也会很舒服吗？我博览群书，并且看了无数的艺术片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女子与女子也可以很舒服的。你试过没？我只会写，不会做。慈真，你这么漂亮，你难道没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呢。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呢？你这么漂亮，天下男子任你选的。我有3个妹妹，我们约定过，若是嫁人，就嫁同一个人。你这本书什么时候写完？还有最后一卷，写完最后一卷，我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是的。去哪里呀？去镇压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一走，怕是就再也回不来了呢。镇压？喂，老板，你这瓜保熟吗？保熟保熟。就这颗。你是神仙？
神仙姐姐，下次再来哦。哥，尝尝，我去就来。一起。好。你是那夜观的姑姑，有什么指教？指教？你可知道我们是谁？你们是谁呀？你又是谁？我是夜观他爹。爹？哼，也好，刚好一网打尽。我好怕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？瞧不起我们永生文明吗？不对劲儿，不对劲。先过2招，若是此2人实力太过强，我们就回去。如此一来，也不至于丢了面子。确实，万里迢迢来这里，见个面就回去，这不是要让人笑掉大牙吗？怎么也得过2招才回去。若是不过2招就走，莫说外人耻笑，就是他们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。哼，听说你很能打，不介意我们以多欺少吧？不介意。够狂！杀！秒杀了，连战地都秒杀了。你可以继续叫人。慈柔，慈柔！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那慈柔的真正目的，这是阴谋，这是慈柔的阴谋，上了这个女人的当。只是他不明白的是，真宇宙和关玄宇宙不是死敌吗？这个女人算计自己做什么呀？你叫不叫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叫人。浪费我时间。神战场。恭喜了。怎么，想去找永生大帝报仇？是的。你是不是以为你达到大帝就无敌了？哼，你即使达到大帝，也不是那永生大帝的对手。莫说他，就是他身后的几名手下，你都打不过。想杀我？怎么，实力提升了，就觉得自己行了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肯定在想，像你这种年纪，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了。确实，放眼全宇宙，也难找到几个年轻人与你相比。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？这全宇宙又有几人有你的身份与资源？我知道，因为我身份特殊，因此注定了我要与别人不一样，包括敌人。道理我都懂，事情也都在做。可是我偶尔抱怨一下，又不伤天害理，这难道也有问题吗？慈柔姑娘，我希望你明白一点，我夜观是人，也有缺点。你看不惯我的缺点，也没有关系。但我得告诉你，我不是你心中完美的人，也不想成为你心中完美的人。我就是我。我没有要求你去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如永生大帝。若是一时头脑发热去找他，会害死你自己。如果你没有一颗冷静的脑子，你怎么与永生大帝斗？怎么与我真宇宙斗？怎么斗？慈柔姑娘从几千万年前就开始谋划，为了算计，更不惜施展美人计。我怎么跟你们斗？谁叫你精虫上脑？你不上，难道我还能强迫你不成？我没有给你下药吧？是你自己忍不住的吧？你那么能算计，怎么不去算计我爹和我姑姑呢？你是你们家族中最弱的，我不算计你，算计谁？慈静她死了。她，叶公子，即使慈静没有死，
你觉得你与他之间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吗？你会为了他放弃观选宇宙吗？肯定不会。而他也不会为了你背叛大姐，而他又不想与你为敌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求死吗？因为他很痛苦。你理解过他的痛苦吗？我没有想过他会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八婉呢？即使八婉与慈静都在，你觉得你们之间会有结果吗？你觉得你真能化解真宇宙与观选宇宙的事成吗？你有考虑过这些吗？唉，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。当然，有些时候也不能怪你，是你父亲他们太早让你去承担许多东西，于是你被那些责任一直推着走，而他们当年留下来的敌人也全部都落在了你身上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你期望很大，所有人对你期望都很大，都希望你不要做靠三代，要做像你父亲与姑姑他们那种强者，这让你一直觉得活得很累，而且越努力越累。你喜欢慈静，可是因为她身份的缘故，你也在犹豫，你很迷茫。你不是优柔寡断，你是因为被观选宇宙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了。从夜族出来，你的生活节奏就一直很快，快到你喘不过气来。哼，你真惨，跟个孤儿一样。你不生气吗？我打不过你。我很好奇，若是你打得过我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刺柔姑娘，奚落我会让你得到快感吗？你方才说我有没有想过慈静的事情，我自然是想过的。你放心，我叶关不会负他的。哼，那自然是最好。你套我话。慈静没有死，他没有死。这一刻，叶关心中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去了。你知道他现在状况吗？他并不想活。可以说说吗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到时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真的？我一般不骗人。你还一般不骗人？你们几姐妹你最能骗人了。你准备怎么做？我会解决的。那大道道元与真神之力被你吞噬掉后，他们的力量大部分都蕴藏在你的体内，你需要一场战斗，通过战斗将他们力量激发出来。好。肉身强大之后，你的武器威力也会变得更加强大。还记得大姐给你留下的那门武器吗？记得，万古岁月吗？这门武器威力极大，你现在修炼非常适合。当然，剑道才是你的核心。不管是肉身还是这武神，都只是辅助。你要以剑道为主，肉身与武神为辅，切莫舍本逐末。说着，他掌心摊开，一道卷轴出现在叶关面前。这时，万古岁月的修炼心得，大姐当年编写的，对你有帮助。怎么？怕我害你？你放心，你对我还有利用价值，在没有利用完你时，我不会害你的。观选宇宙的事情，你也不用担心，那边暂时没事，你在这里好好修炼就行。那永生大帝，我会你现在想这些没有用，先好好修炼，看看能不能以战斗的方式正到大帝。好，我给你找了3位很好的对手。声音落下，3人突然出现在比武台上。看到来人，叶关愣住，因为来人正是那5相吴起，还有远征军统领和诸神黄昏卫统领。叶关很意外，他没有想到刺柔给他找来的竟是这3人，目前真宇宙最能打的几人呢？我让你等等，你就是不等。你跟八婉一样，就是不听话，从小到大都不听话。当年我们与大姐大吵一架后，大姐从此不再现身。她走前让我好好照顾真宇宙，好好照顾你们，都是那个狗男人的错。他在我们这里开设的仙宝阁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按照你的意思，给了他我们最大的方便。他们商业能力极强，发展得很快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可能就会成为真宇宙第1商会。我制定了一份计划，离观选宇宙最近的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建立一座城，
名字就叫贞观城，要大，比真神城还要大。建成后，移10条真脉进入城中，让这座城成为真宇宙灵气最浓郁的地方。10条真脉，真脉移过去之后，立即邀请观玄宇宙仙宝阁入住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占5成的股份。除此之外，我真宇宙内凡愿意入住此城的各大家族与各大宗门都可免费入住。不仅如此，传令给万界诸天以及各大宇宙，只要愿意入住的势力，条件合格都可以免费入住。首要邀请观玄宇宙各大宗门与各大势力入住。不仅如此，凡从观玄宇宙来真宇宙的修士，他们也可以享受我真宇宙各种福利。而若是我真宇宙各大家族与各大宗门愿意招收观玄宇宙的天才妖孽，每年有0元补贴。还有3大军团招收的对象不再仅限真宇宙，而是面向观玄宇宙以及万界诸天。只要他们愿意加入，并且条件符合，我们就接收。在城中每年举办1场比武，除真宇宙外，观玄宇宙与万界诸天都可以参加。第1名者可得3000万枚灵元，外加我真宇宙修炼之法以及功法武技，这些细节你来想。最后一点，解除真宇宙与观玄宇宙还有万界诸天之间的封印。万界诸天若是有人能够在每年大比之中获得一个前10的名额，那100年内便可取消上供。若是前5 500年不用上供，前3永世不再上供。最后，鼓励真宇宙与观玄宇宙通婚。凡真宇宙与观玄宇宙通婚者，不管男女，接受真法保护。不仅要保护他们，还要给他们奖励。慈柔，你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所说的这些，每一条都很难办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，鼓励真宇宙与观玄宇宙通婚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风奇，如今行霸权主义已经不行了。如今这世道，大道比主人被镇压，乱世降临。我真宇宙若是还如曾经那般霸权，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灭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如果真的照你说这么做，真宇宙会有无数势力与宗门反抗的，特别是对于观玄宇宙，我们与他们是世仇。特别是对于观玄宇宙，我们与他们是世仇。大道比主人就是他姑姑镇压的。观玄宇宙与真宇宙确实是世仇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观玄宇宙不是没有灭真宇宙的能力，他们有的。人间剑主时代不灭，是因为人间剑主要破神，他身后之人不出手，不然那个时代真宇宙就没了。真宇宙不能再与观玄宇宙对抗，因为一直对抗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融合，让2个宇宙的人互通，让2个宇宙的人通婚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最多100年，2个宇宙之间的仇恨就会慢慢化解。那个时候，真宇宙与观玄宇宙一家，4剑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最大的威胁，而是最大的庇护。慈静与他在一起，他们彼此就不会再有任何的为难，相反，还能促进2个宇宙的友谊，大家都会恭喜他们。这个傻丫头。慈柔，做不到的。你说的这些，真的做不到的。我们内部会出现无数反对的声音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现在我们改变，依旧是这片宇宙最强大的势力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是能够主导宇宙，主动权在我们手中，我们还能够体面。而我们若是自己不体面，以后就是别人帮我们体面了。就真的到了这般程度？现在改变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机会，因为就目前而言，我们的制度优势远超其他宇宙，包括观玄宇宙。只要我们做得好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天才妖孽加入我们。我们牺牲了眼前一点小小的利益，却能换来未来无数的利益。你是为真宇宙，还是为那夜观？你觉得呢？
我要你告诉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背叛真宇宙。慈柔，即使我们愿意，但若是没有观玄宇宙的配合，或者他们有敌意，也很难。我来跟他谈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要3大军团的指挥权，你随时可以调用。靖晨他们出事了，都死了？所有魂牌都已炸裂，无一人生还。银河系有高人呐。这一次我们损失惨重。能够葬灭10几位命运大帝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永生大帝，恭喜，实力恢复了至少60%。哼，低估你了。永生大帝，我听说当年在永生文明时代，你未尝一败，是真的吗？哼，是你忽悠靖晨前往银河系的，你这用心，不是一般歹毒。永生大帝，你永生文明与我真宇宙本就是敌人，不是吗？也是，本就是敌人，你玩这些阴谋诡计也正常。永生大帝，属下几乎全部死绝，你居然一点都不难过。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势力，就是一个时代。据我所知，你一生之中只败给大道比主人过，你自然有这个实力狂妄。不过永生大帝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这个时代有一些人的强大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你是想说那素裙女子？是的。你是想激我，让我现在去找那素裙女子，是吗？我确实是这么打算的，因为我想看看是你永生大帝厉害，还是那素裙天命厉害。我会去找他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得我的伤势彻底恢复后。哼，你怕了。也理解，毕竟一个能够斩杀10几位命运大帝的强者，肯定不是一般人，你有顾虑也正常。慈柔姑娘，你是在对我用激将法吗？据我们调查，那素裙女子杀人至今没有出过第2件。我们真宇宙与观玄宇宙打了几千万年，为何一直没有能够拿下观玄宇宙？就是因为此人。永生大帝，你想称霸全宇宙最大的敌人，并不是夜观，也不是观玄宇宙，而是这个素裙女子。只要你杀了她，这世间再无人是你对手。这素裙天命曾与大道比主人交过手，胜负如何？略逊一筹。略逊一筹？你确定？我好歹也是这天地间的至强者之一，你觉得我是那种会说谎的人吗？你可以问问小塔，小塔乃诸天万界第一塔，当年那一战他也见到了。小塔，你见证过那女人与大道比主人的战斗？是的，当年那一战我亲眼见到了，素裙女子与大道比主人大战了3天3夜，最后不敌大道比主人，然后被大道比主人镇压在银河系，不得出银河系。这女人就是你当时与我说的那素裙天命？是的，当初我是跟大道比主人混的，被他打成了重伤，然后被他抢走给了他哥哥。哎呀，他们一家都欺负我，被爹坑完又被儿子坑，我真的太惨了。有意思，竟然能与大道比主人过2招，看来这个素裙女子还是有2下子的。我劝你不要小瞧此人，此人至今为止杀人都没有出过第2件。哼，在我那个时代，除大道比主人外，我杀人也没有出第2招。我知道你想借助我的手杀掉那素裙女子，放心，我不会轻视此人。此人能够与大道比主人交手，实力肯定还是可以的。如此便好。此女不怀好意。他是想让我与那素裙女子拼命，2败俱伤，最后他真宇宙坐收渔翁之利。可他并不知道的是，我巅峰时期的实力有多强。老者眉头皱起，直觉告诉他，
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当年大道比主人一个人是奈何不得我的，他是与那女夫子联手才将我打败的。我一直强调我被大道比主人打败，就是想让他们低估我的实力。待我伤势全部恢复后，杀掉那素裙女子，那时不管是那真宇宙还是官选宇宙，弹指可灭。哼，所有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浮云，还想渔翁之利，真是傻得可爱。可以了，跟我走。慈柔姑娘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见慈静啊？大地之后。大地。叶关沉默。这段时间来，他的实力得到巨大的提升，但是他却发现想要达到大地很难。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吗？什么建议？你知道慈静的性格，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但同时又是一个爱钻牛角尖的人。你现在去找他，他即使苏醒也只会更痛苦。慈柔姑娘，你是个聪明无双的女子，所以我想与你谈谈我们两个宇宙的未来。你说，你觉得真宇宙继续这么霸权下去能长久吗？真宇宙如今是内有宇宙劫，外有万界诸天以及各大宇宙。我觉得如果你们不改变，等待你们的只有灭亡。依你看，那该如何呢？改变，彻底改变。如果我是你们，我就放弃现有的一些利益，容纳万界诸天和各大宇宙，让大家形成一个利益团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当然这需要有魄力，而且实施起来也很难。如果我真宇宙愿意这么做，你愿意配合我们吗？如果让慈静来与我谈，我就愿意。为什么我不能谈？我说真话，介意不？介意。那就不说了。我骗你的，我一点也不介意。你说吧。慈静喜欢我，她不会害我。我们若坐下来好好谈，没有什么不能谈的。而你，我怎么？慈柔姑娘，你太会算计。我跟你谈，要处处提防你。而且慈柔姑娘，你从内心深处就没有看得起过我。真正让你看中的，不是我叶关，而是我身后的素群姑姑他们。慈静不懂，她喜欢我，并不是因为我的父辈，她喜欢的就是我。所以我与她谈，她不会害我，我也不会害她。哦。慈柔姑娘，这是曾经大姐种的一棵树，名真树。真树。这棵树有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它与人融合后自成一个丹田，一个无限大的丹田，可容纳无穷无尽的灵气。第二丹田。思柔，你终于来了。是的。你是要与我融合吗？你与他融合？啊？我与他融合？是的。思柔，主人当初有交代，等你强大后就来这里与我融合，然后让我帮助你提升。你要把我让给他吗？他是你喜欢的人吗？不，我讨厌他。你们在聊什么呀？能不能说来听听？我保证不外传。再说怎么坑你？
Daya Vishuddhaya Asama Sama Samantava Basasparana Gatigahana Subhava Vishuddha Abhisincha Tumang Shukatava Ravachana Amerita Abhisikaivan Japadaya。这棵真树就是第二丹田，有了这棵树在，你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元气枯竭，你可以一直战斗下去。这棵树很珍贵吧？不想欠我人情？很简单，给我1亿枚灵元，我们就互不相欠了。慈柔姑娘，你莫要骗我了。这棵树的价值，尤其是1亿枚灵元能够买到的，我确实不喜欢欠人人情。不如你说一事，我能替你办到的，绝不推辞。不用。那我只能将此树还给你了。这棵树以后可以就此敬。真的？我从不骗人，你留着，以后可以就此敬。哼，你以为我是在帮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在算计你。我慈柔怎么会做亏本的买卖？是不是在想，我为什么帮助你提升实力？是的。因为我在利用你啊。慈柔姑娘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大道道远，真树，慈柔，你的事情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告诉他真相。他现在恨我恨得要死，他恨的是我。走吧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，等事情办完就该走了。说完，二女正要离去，但就在这时，见到夜观去而复返，场中两女皆是愣住。慈柔姑娘，我想与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谈官玄宇宙和真宇宙的未来。你不是只与慈静谈吗？我方才说的是气话。慈柔姑娘，恕我直言，我对你确实有气，可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是你先算计我的。当然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方才我想了一下，我作为官玄宇宙的王，实在不应该意气用事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有诚意谈2个宇宙的未来，我愿意与你好好谈谈。所以，你之前说只愿意与慈静谈，是为了气我？是。我跟你道歉，我确实显得有些小气了。慈柔姑娘，你的意思？谈？可是，你不怕我算计你吗？我会防备你的。去真宇宙谈？去官玄宇宙谈？我带上慈树，可以吧？随你。这是我的计划，我真宇宙已经在实行，你们看看。慈柔姑娘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慈柔姑娘，我能问问你，为何突然要这么做吗？真宇宙想与官玄宇宙交好。真宇宙实力远超我们官玄宇宙，又何必来与我们？念念姑娘说笑了，你们有4剑在，我们如何打得过你们？你藏在小塔内，应该有2个目的。第一个，那就是想看看他们几个的真正实力；第二，是想为真宇宙寻找出一条新的路。念念姑娘真聪明。慈柔姑娘，如果官玄宇宙同意你的条件，我相信数百年后，世间再无官玄宇宙，只剩真宇宙。当然，你这个计划是极好的，目前而言，对我们2个宇宙都极好。不过，我想与你谈谈一些……慈柔突然玄气传音给穆念念，穆念念不知听到了什么，眼瞳骤然一缩，他看了一眼一旁的慈树。好，不用谈了，官玄宇宙全力配合你们。不用谈了。场中夜观等人皆是惊诧不已，这慈柔与穆念念说了什么呀？我们想与你单独聊聊。你我夫妻一体，任何事情都应当一起面对。我是那般小气的人吗？2位姑娘想与你单独谈谈，必是有什么事情，你与他们好好谈。慈柔姑娘，有什么事你便说吧。你们谈。慈树姑娘，8晚他还会出现吗？叶公子希望他出现。不会出现了。当然，如果我高兴，他就会出现。什么意思？
如果我愿意暂时封印这一世的记忆，释放八晚那一世的记忆，那么你的八晚就会出现。可以这么玩？可以，当然得我高兴。你要如何才高兴？不知道，看你。叶关无语，你玩我呢？我怎么让你高兴啊？给你写本小黄书。他是知道的，这三姐妹都喜欢看那些带颜色的古籍，而且越黄越喜欢。过2天我要去银河系，这段时间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跟我去。在我走时，我可以让你见到你的八晚。当真？我一般不骗人。可以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因为草原的辽阔可以包容一切。慈树姑娘，你恨你大姐吗？慈树沉默。之前慈柔说过，你们三姐妹曾经与你们的大姐发生过矛盾，是吗？是，当年我们吵了一架，吵完后大姐就走了，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可以说说吗？当年因为一些事情，我与大姐意见不同，但她坚持自己的决定，于是我们4姐妹吵了很久很久，也说了许多伤彼此的话。你也知道，吵架嘛，气头上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现在想来，她当时肯定很伤心的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不与我们见面。现在不生她的气了吧？吵完我们都后悔了，我们都想帮大姐与她一起对抗宇宙劫，但是我们的实力不够，于是我们3姐妹开始疯狂修炼。可不管怎么修炼，我们都赶不上大姐，也无法替她分担那宇宙劫。所以你们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是啊。当时我们是敌人，算计你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现在我们也算是敌人。我跟你睡觉，你很亏吗？我记得的，当时我没有强迫你，你还很主动的。慈树姑娘，我叶关并非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，与你睡觉我确实不亏，但是我却不喜欢这般，因为你睡我是算计。我算计你什么？叶关语塞，算计自己什么？他其实也想知道。八晚与慈静，你更喜欢谁？都喜欢。都喜欢？你不觉得你太花心了吗？居然同时喜欢好几个女子。可能是遗传的缘故，都怪我爹和我爷爷太花心了。你迟早有一天会被打的。我也觉得自己花心，可是不管是八晚还是慈静，我都很喜欢。放弃他们任何一个人，我良心都会不安。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人，你希望我选择谁啊？那是你的事情。我想生个儿子。慈树愣住，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叶关，有着一丝慌乱。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生个儿子之后，让他继承官宣宇宙，然后我去享福。是在埋怨你父亲吗？真的很累啊！这一路来，我不断被身份和责任推着走。我是官宣宇宙的少主，因此我必须守护官宣宇宙。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里，这里不仅能包容一切，还能够让人心安，因为在这里没有责任，没有敌人，没有算计。所有人都在告诉我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不应该做什么，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自己想做什么。慈静的事情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。从今日起，谁他妈再敢以大欺小我，再敢伤害我爱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明白的，什么叫做靠山皇，一声肱骨，天下无敌。其实如果有选择，我倒真不想那么快认祖归宗。一个人在外面打拼，日子或许也没有那么好过，但是肯定也不会那么忙。我有预感，永生大帝一死，
肯定又有更加强大的敌人出现，太难了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选择这么强的家世背景吗？当日温泉，你是恢复了全部记忆，或者部分记忆，对吧？如果我不是人间剑主的儿子，身后没有无敌的三剑，你还会那么做吗？慈树姑娘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，我叶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谁喜欢我，谁想利用我，我分得清。还是那句话，我相信八婉是真心喜欢我的。至于你，你不是八婉，你是慈树。我知道你为何那么喜欢慈静与八婉了，因为他们从来都只当你是叶关，而不是官选宇宙少主。我倒是有些矫情了。我这无敌的身世，世间不知多少人羡慕，我却还在这里抱怨，实在是有些不知好歹了。踏上修道这一途，就没有退路，只能一往无前，直到巅峰。我会努力的，终有一日，我能走到父亲与公公他们那样的高度。叶关心态很好，对他而言，生活很难，压力很大，偶尔吐槽抱怨一下没什么不可。但是吐槽抱怨之后，还是得继续努力向前的。责任，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，每个人都在努力。他叶关难，但比他难的人多了去了。其实我也曾想躺平，做个真正的三代。那你为何不做呢？偶尔躺平倒是可以，一直躺平，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或者我希望有一天我比慈静更加强大，那时我来保护他，来为他扛一些事情。你很喜欢慈静？是的。哦，慈树姑娘，我也不知要如何才能讨你开心，我只想见见八婉，你可以让我与他见见吗？拜托了。你很想见八婉吗？闭上眼睛。还想不想见八婉？行。永别了。八婉呢？你真笨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木椅。有一件事，慈柔让我别告诉你，但我觉得得与你说说。什么事？知道我之前为何答应慈柔的所有条件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相信木椅。那位慈树姑娘有身孕了。木椅，你的。这不可能啊！确实是你的。这，还有，她就是八婉。木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傻孩子，真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在当年，连你父亲都没放在眼里的，他牺牲身体来诱惑你，怎么可能呢？他与你结合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八婉，他不想忘记你。他为了你对抗执剑者是真，他对你动情也是真，自杀也是真。只不过他被慈柔救下了，救下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身孕。他之所以站在慈柔那边帮助慈柔，是因为慈柔答应过他不会害你，并且要致力于解决2个宇宙的恩怨，他才会站在慈柔那边。这次他们要去银河系见真神最后一面，然后他们可能要做什么蠢事。我要见慈柔和慈树。都走了。银河系？是。叶公子，等等，把他们带回来，拜托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在不久前，慈柔将真宇宙所有事情以及后续的计划都交给我了。他给我的感觉，就像是在交代后事一般。交代后事？叶关愣在了原地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们肯定要做什么事情。还有，他留下了一道法旨，你知道法旨的内容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
3年后，神主会出现。那时，我真宇宙必须得全力辅佐神主。神主，此刻他彻底明白了慈柔的目的了。自己儿子继承真宇宙，妈的，那个时候官选宇宙和真宇宙开战，父子相残。别说那个时候老爹和爷爷还真不一定站在哪边呢。莫说老爹与爷爷，就是安前辈等人，怕也不会再管这事儿了。他很生气，非常非常生气。这个女人真是气死人了呀！叶公子，慈柔让我带句话给你。她说，她确实算计了你，可是她从未想过害你，从来没有。木易，去银河系。叶关点头，他其实真的有点慌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慈柔和慈树到底会做什么。也该去一趟银河系了，银河宗也是你们家的势力，你老姐并没有继承银河宗的想法，而杨连霜也想退休，所以你这次去那边就把银河宗收回来吧。叶关沉默，他现在对银河宗不感兴趣，他只想赶紧找到慈树和慈柔，去与小家他们告个别吧。叶关有些犹豫，你自己的家事你自己处理。回来了。小家，我要去银河系。哦。小家，我想告诉你所有的事情。不用说这些，早些回来便好。书院与仙宝阁我会管理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去了银河系要小心一些，因为那2位姑娘去银河系是去见真神，如果遇到真神打不过，那就叫人，不要独自逞强。我不想你成为什么无敌强者，我只想你好好活着。小家，去银河系，莫要再招惹女子了。你这人啊，虽然不口花花，但对女子的吸引力却是极大。而有些女子一旦动情，又得不到回应的话，轻则误终生，重则因爱生恨。而且我也不是不会吃醋的。等我回来。姐妹，我想见芊芊。你来晚了，芊芊去银河系了。她去银河系了？是的，她说她想去那边散散心。院长此行也是去银河系。是的，把她带回来。我会的。她很喜欢你，我知道她的性格，她一旦喜欢上一个男子，就不会再变心。特别是她与你还签订了契约，这一次果断一点，别再犹豫了。这次回来，我们带个小龙回来。问。某处星空之中，叶关静静等待着。孙子，我们来了。二丫姑娘，去银河系，我带你去了，去那种地方。这次去银河系可不是玩的，是有任务的。除了带回你那几个小女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接手银河宗。你姑奶奶莲霜姑娘这些年太累了，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让她来我们这里。至于她来不来，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。我尽力。还有，据我所知，真神很有可能就在银河系。你若是遇到他，他对你又有敌意的话，切莫逞强，直接叫人，知道吗？明白。银河系的风俗与我们这边很不同，到了那边，你去找你杨莲霜姑奶奶，让她先带你去熟悉一下。好。永生文明那边你不要担心，我与安姑娘会一直盯着，而且现在真宇宙也将永生大帝当作第一大帝，因此我们双方都在盯着他们。好。去吧。到了银河系，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玩好的。好。嘿嘿，到时候带你去无边会所，我们一人点一个妹妹。小白也连忙指了指自己，表示他也要。都有。这无边会所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，而且是我们一个老熟人开的，叫无边主，跟你爸爸是兄弟，
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叫叔叔。无边叔叔，这个人可以的，我们去他那里玩，他从来不收钱，而且都给我们点头牌玩。我告诉你，去那种地方你要给小费，知道吗？小费？给了小费，你就可以干一点别的事情了，也就是隐藏服务。我们带你去那个地方玩，你不要告诉安姐姐与杨哥，知道吗？好。嘿，好孙子。二丫，我们还有多久才到银河系？你不记得路了吧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开导航。何为导航啊？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人指路，跟着走就行了。谁指路啊？导航。导航是谁啊？指路的。导航是人？不知道。叶关表情僵住，他麻了，问了个寂寞。导航是人？不知道。那你把导航叫出来。不行。为何啊？离得太远，这里应该没有信号。信号？不过可以试试。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，这是何物啊？银河系的传音符，可以看好多东西呢。啊，北斗连上了。北斗？走。藏地，可考虑好了？你答应我的，确定可以做到？只要等我到时候去银河系杀了那素裙女子，我所答应的定做到。可以。叶关前往了银河系，看来他是去找那个女人庇护去了。还以为那个女人能护住他吗？哼，真是可笑。不过倒也好，到时候一网打尽，征服宇宙就从这银河系开始。你醒了。姑娘是？你不记得了？叶关点头，他确实不记得了，只知道自己被人家偷袭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撞了你。你撞了我？你闯红灯。什么红灯啊？他脑子可能撞出问题来。能医好吗？需要时间，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好，运气不好的话。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当然。你是？叶关。你家住在哪里？住哪里？不记得了。姑娘，我也想与你说实话，只是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信。你说说看。家住观玄宇宙，我是观玄宇宙的王，这银河系也是我家的。我这次来是继承银河系的。听完叶关的话，女子沉默了半晌，最后她低声一叹，心中愧疚无比，伤得不轻啊。送到精神病院吧。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在这地方下了禁制？哎呦我去！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似是想到什么，叶关连忙再次看了一眼四周，而他并没有看到小白与二丫，他们不会出事了吧？姑娘，打扰了，打听一下，这无边会所怎么走啊？流氓！流氓？自己问个路就流氓了？那个男人居然闯红灯！谁偷袭我呀？九儿，我撞人了。撞死没？不确定。啊，他在说话。说什么？好像在说大打。你还记得你家住在哪里吗？或者你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，我联系你的家人。联系个鬼呀！他完全不知道怎么联系二丫与小白呀。看来伤得挺重，部分记忆缺失了。
女子顿时有些犯难了，就这么走掉，她感觉良心有点过不去，因为现在叶关伤得还挺重，若是没有人照顾，一个人在医院肯定是极难的。姑娘，你能借我一点钱吗？借钱？叶关点头，他觉得来到这个地方还是得弄点钱才行，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不仅修为被封禁，连肉身的特殊能力也被彻底封禁，也就是说他现在跟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。这到底是哪个缺德鬼干的事情啊？竟然封印整个蓝星。你要借多少啊？借个1亿吧。1亿？到时候我10倍还你。女子沉默不语，看着叶关，神色古怪。我说真的，我跟我爹不一样，我不骗人的。你好好休养一下，别着急。医生说你的问题不大，过段时间就恢复了。我还要上课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好。啊，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叫穆婉瑜。是大道比主人下的禁制吗？他之所以第一时间猜是大道比主人，是因为这个屌毛经常干这种事情，到处搞封印。但转念一想也不对，大道比主人不是被青儿姑姑镇压了吗？青儿姑姑？难道是青儿姑姑下的封印？可是青儿姑姑为何要对这个地方弄个封印禁止呢？叶关百思不得其解。你刚才说你是什么官选宇宙的王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你是不是兵王？兵王？就是那种在边疆立下不世之功，但因为厌倦杀戮，最后回归都市，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然后装逼泡妞打怪升级。不是？难道你是龙王？手下有10万将士？你是不是有个女儿？你女儿是不是住狗窝？然后你一个电话，10万将士从边疆赶回？都不是，那就是转世重生。你其实是来自某个异世界的绝世大佬，因为特殊原因转世到这里，然后去当赘婿，被女方看不起，最后亮出身份，装逼打脸，对不对？都不是嘛，不应该呀，套路就是这些了呀。老头，问你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无边会所在哪里啊？我操！我是一个正经人，我怎么会去那种地方？那个地方怎么了？你没去过？那个地方很好玩的。我要去找人的。我懂，去那里的都是去找人的。男人寂寞，我是过来人的，我懂。叶关眉头微皱，这无边开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抱歉呀，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。穆姑娘，我想离开这个地方。你的伤？我可以正常行走了。不多养2天？还是出去吧。见叶关坚持，穆婉瑜无奈，只能带着叶关出了医院。你记得你的家在哪里吗？穆姑娘，我想问你打听个地方，你不要多想，可以吗？什么地方？无边会所。你现在不适合做剧烈运动。穆姑娘，我去那里是为了找人，不是为了找乐子。找人？老实说啊，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，但我还记得那个地方。在那个地方有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他叫无边主。你听说过吗？穆婉瑜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之后摇头。无边主混得这么差的吗？没人知道？你即使到无边会所，你也进不去啊。为何？因为那是我们华夏最高端的会所，而且是会员制，只有他们的会员才能够进入其中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鬼地方啊？给你。拿这些钱能去无边会所办会员不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些钱呀，只能管你几顿饭，而在无边会所，
一个果盘都要好几千华夏币呢。你保重。没地方去？是的。那你跟我走吧。好啊。2个房间，一个是我的，另一个是我室友的，所以只能委屈你睡沙发了。好的。你叫叶关？是的。木姑娘，我要有多少钱才能够办一张无边会所的会员呢？你还是去无边会所吧。你知道去银河宗有多难吗？首先要考入银河学院，你知道考入银河系有多难吗？就拿我们这白云市来说，学员数百万，每年不过只有2-3个人才能考入银河学院，而进入银河学院后，每年也不过才有10来个人有资格去银河宗。其实呀，能考入银河学院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因为在银河学院都可以学习蛊术。我的目标就是考入银河学院。叶关默然不语。去银河宗，这么听起来确实比去无边会所要难呢。叶关低声一叹，还是搞钱去无边会所吧。也不知道二丫和小白怎么样了，他们应该会来找自己吧。木姑娘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说到底你变成这样我也有一定责任，你莫要怪我才好。这事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你好生休息啊。我室友脾气有些不好，你若是遇到他就说是我朋友。喂，九儿啊，我把一个男人领回来了。帅吗？很帅。多帅？见过最帅的。把他号码给我。我把他撞了后，他脑子出了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他是某个宇宙的王。靠，问题有点严重。大厅内，叶关躺在沙发上，他思考了很久，目前就只有一条路，赚钱去无边会所。可是怎么赚钱呢？叶关沉思了很久，最终他决定抢谁呢？问一下，什么地方最有钱呢？银行啊。防卫力量强不？你想做什么啊？我就问问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不要走歪路，而且我觉得做人应该堂堂正正，你缺钱可以去赚，不应该去想那些不好的。虽然我也想过，但是那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木姑娘，你说的对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赚钱呢？有文凭吗？有技术吗？能吃苦不？我很能吃苦的。那可以上工地搬砖。搬砖？搬砖是一个苦力活，很累，所以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搬砖了，总不能一直在人家家里面白吃白住啊。木姑娘，打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你是谁？姑娘，我是穆婉瑜姑娘的朋友。朋友？是的。男朋友？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婉瑜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而且这么快就同居了？不是说好即使有男朋友也不带回来的吗？姑娘，我住一段时间就会离去。昨晚你睡的沙发？是的。你们不睡一起？啊？睡一起？啊？什么？素子，他真的跟你说他是我的男朋友？我问他是不是你男朋友，他说是。不是？自然不是。说着，他将他和叶关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脑子出问题了。我看他不像是脑子有问题的人。我也觉得他不像，但他有时候确实怪怪的。